父母如何成为青少年的教练而非裁判。国三那年，任杰偷偷把模拟考成绩藏起来，因为他知道只要妈妈一看到，他的人设就会瞬间崩坏。果不其然，当成绩单还是落入妈妈手中，他脸色一变，怎么退步成这样？你看看人家小明，我不是说过多少次了，手机收起来，成绩才会好。任杰低头不语，只在心里回了一句，我又不是小明。这一刻，他不是想变坏，只是不想再被判分数定义人生。在很多家庭里，父母总觉得自己是在为孩子好，但孩子听到的却是被批评、被比较、被否定，结果不是亲子更亲，而是距离越拉越远。问题出在哪里？也许我们该重新思考一个角色转换的问题，你是在当孩子人生的裁判，还是他生命旅程的教练？裁判与教练的差别在哪里？让我们来画一个画面。裁判是站在场边吹哨的，负责指出谁犯规、谁失误、谁该被罚下场。教练则是站在选手背后，即使对方失误，也会拍拍他的肩膀说，没关系，我们一起想办法，下一场怎么打得更好。从外在表现来看，裁判与教练都指出问题，但差别在于态度与目标。裁判的目的是评分、纠错，常说你错了，你又失误了，给孩子的感受是紧张、挫败、被否定。教练的目的是成长、提升，常说这里可以更好，试试这个方式，给孩子的感受是鼓励、被理解、被信任。当父母用裁判心态面对孩子，孩子会把你当成敌人，但当你愿意用教练心态陪伴，他会在内心认定你是支持他前进的人。如果你发现一讲功课他就关门，一问朋友他就不耐烦，一提手机他就炸毛，那么恭喜你，这是正常发展中的青春期现象，但同时也是亲子关系最容易崩盘的地雷区。原因其实很简单，这个年纪的孩子正在从他律走向自律，从我该听谁的走向我想成为谁。他们开始需要自主空间，也开始质疑权威。若父母仍用我说了算的方式压制他，他只会把你当作干扰他成长的阻力。很多父母会说，我不是要压他，我是要帮他。当帮助的方式不对，就像球赛中教练冲进场内抢过球来踢一样，即便你是为了赢球，球员只会感觉自己被羞辱了。孩子想长大，不代表他不需要你，而是需要你换一种方式在场。从裁判转为教练的3个心法：一、少说结论，多问问题。裁判下结论，你这样一定考不好。教练问问题，你觉得这样准备能达到你的目标吗？当父母愿意让孩子思考，而不是直接给答案，就是在训练他自主负责的能力。而且别小看青少年，他们其实知道自己的不足。当你用问题激发，而非用话语压制，他反而会愿意说出心里的真话。试试吧，你这样不行，改成
你现在最困难的点是什么？你希望我怎么帮你？如果是你朋友遇到这状况，你会怎么建议他？这不只是换句话说，更是在转变关系结构，从对立者变成陪跑者。二，不要只看结果，而要看努力。裁判盯着分数，教练关注进步。你可能会说，可是成绩就是事实啊。没错，但对青少年的成长来说，光是能自己坐下来读书1小时，能克制打电动，能主动安排时间，就是进步。父母若只看到最终结果，孩子会以为你不在乎他的努力，只在乎他能不能表现出色。这样的心态会让他变得怕失败，不敢尝试，怕被骂，鬼遮眼式说谎，怕比较，变得没自信。如果你希望他面对未来有抗压性，具备责任感，就要从肯定过程中的勇气与付出开始，哪怕只是一次主动问老师问题，或是一晚认真背单字，请不要吝啬一句，我看到你真的在努力，这很棒。3，与其指挥，不如引导。裁判命令，你现在去写功课，手机没收。教练引导，你自己觉得什么时候写功课效率最好？你想怎么安排呢？如果你希望孩子长大后能独立、有主见，就要从现在开始练习，让他自己做决定。这不代表放任，而是设立边界中的选择自由。比方说，不是你现在就读，而是你想今天晚上7点还是8点开始写功课。不是手机收起来，而是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个使用手机的原则，让你该读书时能专注。这些提问让孩子感受到，爸妈不是来控制我的，而是来帮我变得更好的。淑婷妈妈以前是典型的高压型家长，每天盯着功课，安排补习，设限手机，一有考不好就大发雷霆。直到有一天，淑婷说，我觉得我活得像被你操控的机器。那句话让妈妈当场崩溃。她开始学习改变，从指定改为对话，从指责改为聆听，并主动说出，我不是你人生的评审，我是你的啦啦队。半年后，淑婷主动提出想去参加模拟考，还学着自己做时间规划。妈妈说，当我从控制他转为相信他，他反而开始信任我。子文喜欢篮球，但成绩不稳。以前爸爸总爱说，你这样只会打球，以后能做什么？子文渐渐对爸爸关上心门，直到有一次球赛落败，爸爸破天荒的只说了一句，输球不等于失败，我们来看看哪里可以更强。那一刻，子文的眼泪掉了下来，他不是因为输球哭，而是终于感受到爸爸是站在他这边的。爸爸后来陪他设计读书计划，甚至学着看他的比赛影片，当起真正的教练角色。这不只是为了考试，而是为了那份我不再被判刑，而是被培育的亲子连结。节育，亲子关系的重建，不是改变孩子，而是转化你的位置。在孩子成长的路上，你可以选择站在裁判的看台上，用哨子吹出他的错，
也可以选择走到场边，蹲下来告诉他，无论你打得好不好，我都在这里陪你继续练。青少年不怕被提醒，他们怕的是提醒背后藏着不接纳。孩子不怕失败，他们怕的是失败后只换来一句我早就说了吧。你若愿意改变角色，从评分者变成培力者，从主导者变成支持者，那么你就不只是孩子的父母，你会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教练。